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最危险的时候，不一定是你遇到敌人，而是你开始说服自己，这样做应该没关系吧。维特塔罗牌里的宝剑七，表面看起来像一张偷窃、欺瞒、逃跑的牌。画面中，一个人抱着5把宝剑，踮着脚步，偷偷离开营地。他的身体往前走，眼睛却回头看，像是在确认有没有人发现。他没有正面迎战，也没有公开宣告自己的目的，而是选择用一种迂回、隐秘，甚至有点心虚的方式行动。但这张牌真正要问的不是你是不是坏人，而是你现在到底是在保护自己，还是在逃避真相。宝剑代表思想、策略、语言、判断与计划。这个人抱走5把剑，留下2把剑，代表他不是毫无计划，而是精心挑选自己要带走的东西。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拿走全部，也知道不能惊动所有人，所以他选择最有效、最快速、最不正面冲突的方法。这就是宝剑七的核心，聪明与逃避往往只差一念之间。画面中的黄色背景看似明亮，却没有真正的安心感，因为这不是光明正大的胜利，而是一种在阳光下偷偷进行的行动。远方的帐篷象征群体、组织、家庭、公司、关系圈，而他正从这个群体里离开。这代表有些时候，你可能不想再跟某些人解释，不想再参与某个局，不想再被某个环境牵制，所以你选择不说破，不摊牌，默默抽身。可是问题来了，你是因为真的需要自保，还是因为害怕承担后果？在生活里，宝剑七可能出现在很多场景。感情里，它可能是隐瞒、冷处理、不说真话，明明心里有想法，却用消失、敷衍、转移话题来逃避沟通。工作里，它可能是暗中规划离职，偷偷准备新机会，也可能是有人抢功、推责、背后操作。金钱上，它提醒你小心合约漏洞，资讯不透明，表面说得很好听，实际却藏着条件。人际上，它代表有人不愿意把话讲清楚，或者你自己也正在用一种不完全坦白的方式保护利益。但宝剑七不是只代表欺骗，它也代表策略。不是每一场仗都适合正面冲撞，不是每一句真话都要立刻说出口，不是每个计划都适合太早公开。有些事情你需要先观察，先准备，先保留底牌。当你面对一个不公平的环境，太早暴露想法，反而会被打压。当你准备转换跑道，太早宣布计划，反而会引来阻力。当你遇到情绪勒索的人，过度解释只会让自己更累。这时候，宝剑七反而提醒你，先保护自己，先掌握资讯，先把退路准备好。所以这张牌最深的主题是，真正成熟的智慧，不是什么都说，也不是什么都藏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坦白，什么时候该沉默，什么时候该正面面对，什么时候该悄悄离开。如果你现在抽到宝剑七，第一个建议是先问自己，我有什么事情不敢说？这个不敢说的背后，是恐惧、愧疚、算计，还是自我保护？如果你是因为害怕冲突而逃避，那这张牌提醒你，问题不会因为你不说就消失。感情里该谈的还是要谈，工作里该厘清的责任还是要厘清，金钱上该确认的条件一定要白纸黑字。第二个建议是，不要把聪明用在欺骗上。你可以有策略，可以保留隐私，可以不把所有计划告诉别人，但不要用谎言伤害信任。因为宝剑七最大的代价，不是被抓到的那一刻，而是你自己开始习惯用不诚实来解决问题。当一个人每次都靠闪躲过关，最后会连自己真正想要什么都看不清楚。第三个建议是，选择你的战场。有些人不值得你解释，有些局不值得你硬撑，有些关系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翻脸。你可以安静离开，可以逐步收回自己的能量，可以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事。可是离开之前，请把该处理的责任处理好，把该交代的事情交代清楚。成熟的撤退，不是丢下烂摊子，而是保全自己，也不制造新的伤害。宝剑七也提醒我们，人生不是每次都能靠正面硬打赢。
有时候你需要智慧，需要观察，需要低调，需要先把自己的剑拿回来。那些剑可能是你的判断力、你的计划、你的资源、你的话语权。你不一定要跟所有人证明你是对的，但你要确定你不是在背叛真正的自己。所以当宝剑七出现时，请记住一句话，你可以有策略，但不要失去诚实。你可以选择沉默，但不要用沉默逃避责任。你可以悄悄离开，但不要让恐惧替你做决定。这张牌不是叫你变得狡猾，而是叫你看清楚，现在的你究竟是在智慧的自保，还是在偷偷逃避人生必须面对的功课。真正的高手不是永远不被发现，而是不需要靠欺瞒也能走出自己的路。如果你最近也正在面对一件不能明说、不能硬碰，却又必须处理的事情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，你觉得现在的你是正在保护自己，还是在逃避真相？